站住！放下武器！报告洪副旅长，嫌犯已经被我们包围。嫌犯就在前面的树丛里，霍德也在，所以我们不能还击。 站住！放下武器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！武器！走！不能再靠近了，逼近了会伤害人质的。这两个家伙很狡猾，霍德还在他们手里，射击角度对我们十分不利。再这样僵持下去，对霍德不利，对我们也不利啊！是啊，得想办法把劫匪调度出去，然后再找机会。洪副旅长，马上让包围劫匪的队员还有特警退后60米。是。看来这两个家伙这样跟我们拖延时间，等到天黑。我马上把谈判专家叫上来，现在正是开展心理战的好机会。旅长，等他们从公路上爬上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洪副旅长，我可以上来。你，刘旅长，小生是我们山豹旅心理战大队的大队长，心理战专家，我把他叫来是有用场。刘局长，我参加过多次解救任务，这种场面我见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组长，稍微等等，现在谈判时机还不太成熟。好的。特战1组、2组、3组注意，全部后撤30米。是。特战2组，让开上山通道。收到。撤。下来。大哥，我要撤了，我们快跑吧。没那么简单。他不敢对我们动手，是因为我们手上有人质。洪副旅长，有什么任务？林子太密，在地面上很难找到合适的狙击角度。等一会儿你要亲自架起绳索。明白。什么时候起飞？你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观察，熟悉一下两个嫌犯的特征。好。大哥，那有条上山的路。快，跑！特战1号，
抓住战机，抓住战机！趴下，找死！趴下！等他再起身就开枪。明白。这狙击手是你的兵，一名大学生士兵。太冷静了，非常自信。你经过10年以上的训练，而且不是击毙过活体的冷酷型枪手，是很难做到这样心静如水的。要是新手的话，不可能不失误。刘局，看看，这3个人走出这片密林，前往断崖的途中，这是谈判专家出击的时候。目的是尽量的拖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翻过断崖。一旦他们进入到后面那片茂密的原始丛林，会很难收拾他们。刘局长，还是让我上去吧。王爷，还是我去吧。不行，你是公安局长，这里的一把手，要掌控全局，你怎么能上去呢？2个歹徒十分危险，一定要小心。你放心，我上去呢有一个好处，就让霍德看到我，他看到自己人就会坚强振作起来，主动与我们配合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呢，我可以分散歹徒注意力，为侧面狙击创造机会。王大队长，你从侧面上去，以公安局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他们谈判。好，这就不用了。死不快了，没路了。胡副旅长，我上去了。去吧。是。等一下！我是澄海市公安局政治处的冯主任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少给我来这套，就是谈判专家是吧？别再往前来，要不我就开枪了。冯校生上去了，这太危险了。不要急，冯校生是心理学家，心理战是他的专业，要相信弘毅和刘局长他们的现场处置。你们现在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们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你们想想，再顽抗下去还有什么用？就身为你们也看见了，都是公安的特警和解放军的特种兵，你们也被团团包围。现在我们考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要连这个机会都不要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你说说，什么机会？领导人知道了，把你年轻的才放下，我就答应他，让你从后面断崖放出去。王旅长，你们3个马上跟邢队长登机，寻找最佳角度。我要求一枪解决战斗。一枪，那个是2个嫌犯。2名嫌犯手里各有一支枪，如果第1枪只消灭1个敌人，那第2个人就很有可能会对霍德下毒手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来看啊。
看见没有？这代表2名劫匪按逆时针飞行，寻找最佳的狙击角度，一枪击毙2名劫匪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是明白了，但是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。在训练科目中会有一模一样的战法吗？那只是战力，不是未来战争。记住，你们要像绣花一样的去战斗，像打游戏一样自信和果断。去吧，去创造奇迹。是。走。红衣，你们那个超级枪王，不会就是那个小帅哥吧？小帅哥，等回去给你介绍认识一下。怎么可能啊？我说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我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刚才让他们撤退的命令就是我下的，你们也看到了。让你们走出这么远，我们没有开一枪，这就是我说话算话的证明。说的是真的。我说话算话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，也可以提出来。鬼才相信呢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把人质放了，我来当你们的人质，我陪你们走出去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一个花一个，一花3，只要咱们出去。鬼才相信他那话的，一个换一个，少骗鬼了。我们手上这个才是值钱的东西，哎，他们也不会派这么多精力，而且不开一枪。要是再一意孤行，最终完蛋的是你们！去死吧，混蛋！2组、3组，上去，把人救下来！别动！等一下，原地不动。过来啊！过来，我给你开枪了。好，我不动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喝饮料啊？那你们不喝，给人质喝一口吗？好，来拿过来。好，就这一瓶，记得给人质留一口啊。回来。哎，我给你们饮料，你们怎么不喝呀？老大，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动手了？哇，他们手上有这个人质。你们退后！来，我真的可以要打死他。好，我撤回去，把我撤回去。好，我退，我退。别动！
田队长，再下降5米，3点钟角度为最佳射角。明白。做好射击准备，我飞最后一圈。大家，5发子弹我都检查过了，只要1发。再下降1米。邢队长，再下降1米。明白，下降1米。最后半圈。机组注意，特战1组注意，全力捕捉3点战机，10度开始，倒计时8号。33动摇，明白。特战1号，明白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我让警察都撤下山，你把人质放了，只要你把人质放了，我陪你们走出去，怎么样？少废话，给我退回去！让我开枪了啊！好，给我去开枪！不退，快点！好。老兄弟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太神奇了，奇迹啊！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穿糖葫芦。哀家，哀家，你怎么了？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他没事了。报告2名劫匪已被击毙。住手！教授，没事吧？洪队长，我没事。嫌疑队被击毙，同时击毙的，太悬了。没事，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看看，没事，穿着防弹衣呢，分散歹徒注意力，就可以让他们注意不到天上的直升机了。真行。孟涛，我们现在马上返航。哀家他怎么了？哀家，我们胜利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哀家，打中了。哀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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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副队长，方大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洪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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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了救你，方大队长差点把命丢了啊！放开我！给我等着，回去再收拾你。我。方大队长，
谢谢你救了我，我错了。要谢哀家。刚才那枪是他开的。哀家？他在哪儿？哀家，我们胜利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哀家，邢队长，哀家晕倒了，需要急救。我知道了。33洞幺，我是洞幺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33洞幺，我们正在返航途中，哀家昏迷，急需抢救。我现在命令你直接飞往澄海基地野战医院，那里的医护人员已经做好了抢救准备。33洞幺明白。作为一个女孩子啊，毕竟是她第一次执行这种极端、特殊，可以说是残酷的任务。那内心呢，肯定有高度紧张，导致了心理障碍，再加上啊过度疲劳、精力高度集中、紧张，引起了休克。但是目前呢，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只是需要一段时间静养。哎，领导，里面请。好，我去吧。他醒过来了。哀家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现在在基地的医院，你因为疲劳过度产生了休克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这位是澄海市市委书记，市委领导听说你的事迹啊，就跑过来看望你。哀家同志，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全市的老百姓向你表示慰问和感谢。感谢。你在这次围捕劫匪的战斗中表现十分出色，一枪击毙了2名歹徒，为百姓除了一大害呀。我怎么记得我还在直升机上？哀家，酸奶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想喝酸奶？你刚一下飞机的时候，嘴里就一直喊酸酸酸，我们就给你买酸奶了。你不会想喝醋吧？没有。哀家，你醒了，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邢队长，你飞得真棒。还是你巨枪稳，沉得住气，打得又果断。对了，获得怎么样了？他呀，行政看管呢。刘局，没想到哀家还是个女战士啊！啊，是我们唯一的一名女特战队员。这么短的时间训练出这么优秀的狙击手，真是无法想象。哈，她很努力，也有天赋，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。慢走啊！哎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慢走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。队长，我们郝参谋长还得去一趟演习现场。演习啊，转入正常训练。这次围捕行动呢，也是咱们意外的一次实践课。回去以后好好总结一下。是。田大队长，咱们走吧。是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那位大明星吧。已经24小时了，怎么处置啊？你谈谈你的想法。其实啊，要按军队的法律和纪律处置很容易，把他交给保卫处，保卫处呢会把他送到军事检察院。但是我觉得这孩子后半辈子就毁了。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，对部队的震动也不小。处理轻了吧，不合适；处理重了，对他本人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啊特别烦这个兵，后来我就想，反正他已经来到咱们部队了，救咱们的战友。虽然他不爱咱们这个团体，也不爱护自己的荣誉，但他毕竟是个大学生，还有2年这服役期才会满呀。你想把他留下？是。哎，你看着挺冷血的，心还挺软啊。你是不知道，当时我看见劫匪劫持他，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，我觉得这是对军人的一种莫大的耻辱。
可后来我看到他那么脆弱，又那么无助，你知道我想什么吗？我当时就想啊，如果不把他给救出来，我的良心肯定会受到谴责的。咱们都别那么早下结论，先找他谈谈，听听他是怎么想的。这件事儿咱俩都有责任，谁也逃不了。哎，这责任呢，主要在于我。我后来反思了，你看啊，咱们虽然是专业化的蓝军，但是本质呢，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那军人的信仰、荣誉、使命等等这些问题，都是官兵的必修课。可是我却忽略了。这样，他是走是留，等咱们跟他谈完话了再决定。我听艾佳说呀，他要当明星。他要是觉得当兵是一种负担，对这个职业既没有热情，也没有兴趣，那咱们留着他也没多大意思。那就按照纪律条令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退伍走人。咱也别耽误了一颗明星燃升起吧。政委、旅长，霍德，你说我怎么说你好？当初你刚进军营，我认为呢，你的身体素质很好，像一个真正男子汉，就把你分到了特战队，因为那是男子汉向往的地方。可是你呢，一进特战队，整天是叫苦连天。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，是真吃不了那种苦吗？后来应你个人的要求，把你分到了机步营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你只要服完2年的兵役就可以了。可是你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？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。你要真的时来运转了，我们都不阻拦你。政委、旅长，阿蒙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他现在火得不得了，就是因为当初顶替了我的角色上来的，他得到了一次机会就成功了。哪个阿蒙？阿蒙你们都不知道，就是现在穿越剧里边最火的，演皇上那个。哦，那个阿蒙，我好像在哪个报纸上见到过。哎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现在可是大明星，原来名字可土了，改了名才成名。所以你就不服气啊？啊？要跟他攀比啊？没有，他给了我一次机会，可以说是千载难逢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机会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。上次我是因为追随艾佳来当兵，所以失去了一次机会。我不想再失去这个机会。是什么样的机会，让你冒这种险，和2个歹徒混在一块儿？你们看，你去会议室，把昨天的报纸拿来。是。你坐吧。男1号是位中国刑警，负责保护美国大腕斯特里普来中国巡演。其实你呢，演的就是他的私人保镖。你武艺高强，多次使斯特里普化险为夷。哎，你看后边这，2人坠入爱河，演绎一出前古人后无来者的跨国姐弟恋。这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、英雄救美的故事。你到后马上开机，斯特里普在中国只有10天的档期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等你的好消息，阿蒙。这还真是诱人啊！男1号，中国刑警，保护斯特里普，英雄救美，姐弟恋，不错呀。这听着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啊？我怎么就觉得这么不靠谱啊？不是，怎么就不靠谱了？不是，你听这名字啊，斯特里普，这不是死的离谱吗？什么是死的离谱？就是死的不明不白的。哎呀，旅长，什么死得离谱？是斯特里普，大明星，美国绝对的女明星，那是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别说跟她配戏了，就是给她提鞋，那都能出名。霍德，斯特里普已经60多了，你一个90后跟他演姐弟恋，这靠谱吗？政委，这叫艺术夸张。不是，就算艺术夸张，你应该叫沈直恋，或者叫奶孙恋呀。你这个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有名，国际巨星，能跟他一起配戏啊，那怎么样都值了。行，我看你还活在梦里呢。你胆子够大的，
擅自离队。政委，我当时是想，我毕竟当兵就2年，但我要是出名了，那可是享用一辈子。所以你就当逃兵，是吗？去扮演什么中国刑警？就你这身手还扮演中国刑警呢？你刚出门就让2个劫匪给劫持了，让人给打得鼻青脸肿。不是你怎么演？你不是给中国刑警丢人吗你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都不忍心看那个监视画面，我当时就想，你还是我的兵呢，你就这么凶，你都给我丢人。那我哪知道？这换人现在这么多，他们脸上也没写着劫匪2个字。我要真是特种兵倒好了，这几百年遇不上的事儿让我给碰上，真是几千年碰不上。最后不是还有一出英雄救美呢吗？旅长，你就别损我了。我没损你，我说的英雄是人家艾佳，人家一枪打俩把你给救了。你是美男子，人是英雄，英雄救美。909旅的3路开进，让蓝军东一榔头西一锤的非对称战法这么一闹腾，整整在路上耽误了2天。韩鹏知道，仅靠现有这几招想完全阻止红军挺进是不可能的。参谋长郝建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，在安溪江渡口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阻击战，趁红军炮团渡江之际，封锁安溪江面，或将其阻挡在安溪江南岸，以期再拖延1至2天。目前，红军与我方几天的较量中，突破了我方设置的以信息战、心理战、技术战为主要攻击力量所构筑的防线。3路纵队已向前推进800到850公里。我们不得不承认呐，红军在与我方的较量过程当中，已经逐步掌握了我们的心理战还有信息战，并且加强了反制措施。我们也要有所改变。周参谋，说说你的构想。根据目前红军挺进速度，最多2天3路部队至少2路可到达狼山基地，而与我正面交战开战之初是909旅，建制中剩下最后一个炮团。经过我们的了解的情况，这个炮团将在演习结束后撤编，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战。据说炮团的官兵情绪高涨，战斗精神顽强，对我们的威胁极大。我方有必要在安溪江渡口一线针对齐右路组织一场阻击作战。等红军第一批装船开始航渡时，我炮兵首先集中火力对轮渡发起攻击，击沉齐渡轮1到2条，而后炮火延伸对南岸红军装备、油料车辆和码头实施覆盖性炮击，摧毁码头。我步兵占领江堤后，用重机、轻机枪和火箭弹等轻武器组成密集火力网，封锁江面，压制红军特种兵冲锋舟涉水强渡。我们山豹旅从组建以来，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硬碰硬的实兵对抗，这回算是真亮相了。对，我们要好好打赢这场仗，总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是偷鸡摸狗的吧？红军左路沿铁路向北开进，预计明天凌晨，红军装甲团将到达狼山。红军的右路是沿国道开进的炮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，于今天中午到达安溪江渡口，在这里渡江北上。可以走桥吗？为什么要乘船过江啊？安溪江公路大桥正在进行大修，重载汽车禁止通行，因此我们在制定演习方案前就已经确认，安溪江大桥已经被炸断，涉渡是唯一的过江方法。红军的中路及第909旅指挥所现在已抵达宁江县境内，距狼山基地还有340公里。目前楚旅长的位置在这里。他为什么不往前走啊？红军指挥部从昨天凌晨到达宁江县后，就再也没有向前推进。从红方得到的消息是，红军正在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。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炮团能够顺利的过江。山豹旅的炮营和机步营昨天傍晚已经在向安溪渡一线集结，目的十分明显，就是要在安溪渡口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，在我渡江过程中或登岸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我发起攻击。蓝军机步营目前到达什么位置？还不清楚。不清楚。蓝军的可疑目标在进入丘陵山区后，卫星就很难跟踪了。派出无人机
继续侦查。通知炮团加速前进。是。参谋长，你别说，这个楚占刚还蛮果断的。没错，楚旅长这回总算是拎起神来了。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，如果他沉着果断，后面的仗也就好打了。多年来，部队习惯按部就班的作业，遇到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，就慌神儿，就发懵，不是犹豫不决呢，就是急躁不理智，把平时学过的战法全都给忘光了。这王可正就是这样败下阵。炮营5个隐秘点，凌晨3点前已经全部到位；机步营凌晨4点前也全部到位，隐蔽在距江边2公里的防空离站中。战斗发起10分钟之内，炮火可进入设敌阵地；机步营2分钟之内可到达江边。按照909旅炮团的行军速度，现在应该到安溪渡口了。如果路上不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他的先头部队应该已经抵达渡口码头进行装载准备。看来双方都看好了安溪江渡口这块战略要地，而且都是有备而来的，有好戏看了。蓝军占据了天时地利，但是企图好像已经被红军发现了。光发现对方的企图还是不够的，如何控制对方的企图，并一击粉碎它？蓝军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企图已经被发现了，这就是他最致命的地方。参谋长，您说，就目前两军的态势，安溪江渡口这一仗，谁的胜算更多一些？如果韩鹏能够有效地实施他的阻击计划，蓝军的胜算更多一些。通知炮团，在渡口以南30公里处原地待命，先派出一个敌炮连和摩步3营按原计划进入安溪江渡口码头，做好装载登船准备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炮团在今天傍晚之前就不能渡过安溪江了。如果蓝军炮兵真的埋伏在江北丘陵山区，安溪江正好处在他的火炮射程之内。我们先派出一小部分炮兵赶到码头，先期做好登船装载准备，就是要配合电子侦察分队，对分散隐蔽的蓝军炮火阵地实施电子侦察。旅长，我们派往渡口的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前卫部队的一个连已经抵达渡口。太好了！情报还说，和炮兵一同到达渡口的还有红军的一个摩步营。通知炮营指挥所，只要红军的火炮一登船，咱们的5个炮组立刻进入射击阵地。是。各火力组注意，3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。电子侦察分队报告，蓝军在安溪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。好，太好了！通知朱团长，到达安溪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，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，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。是。哎，不对啊，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？他的特战大队呢？
就是啊。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，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？旅长啊，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，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。只有1个连？是。坏了，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，越快越好。是。经战况核实，蓝军的一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、战术车辆、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。队长，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西江渡口，抓紧渡江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，让摩步3营先过江，炮团隔江掩护，等完全控制住了江北一带，炮团再分批渡江，打535防线。没有足够的炮火准备是不行的。是。被人打懵了吧？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1个炮连就丢了。这楚占刚够快也够狠，这点还真值得我学习。旅长，红军摩步营已经开始渡江了，打是不打？你说呢？我们的机步营已经埋伏在江边，完全可以封锁江面，阻挡渡船靠岸。我认为，就算机步营已经占领了江北堤岸，也不可能完全顶得住红军的强势攻击啊，还不如隐蔽撤出。撤出来，那咱们一个炮连白丢了。你要硬拼可以啊，再送红军一个机步营好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机步营已经上去了，总得发挥点作用啊。打仗要不算计成本的话，明儿转了眼啊，也当不好老板，做不好生意。我搞我的学术研究，你当你的老板。你别担心啊，我不会管你借钱的，你也别到我这儿来搞开发。哎，不是，是作为旅长，政委，要不听我说一句？你说，挡不住红军强渡，起码可以阻止他今天夜间过江，这就消耗掉红军半天时间。时间对于红军来说越来越宝贵，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压制红军战力发挥的可用武器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阻击战值得打。不愧是参谋长啊，2比1。那明天怎么办？明天听你的呀。听我什么？哎，很简单呀。你们看啊，明天楚占刚他只要渡了江，放在他面前呢就是通往狼山基地的平坦大道，而且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。而放在咱们面前的呢，就只有死守535高地了。行啊，那就死守吧，准备打一场最惨烈的阵地保卫战。只有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没有别的办法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吧？你肯定有办法呀！你说没办法，肯定在说反话呀。平坦大道半天路程，只有死守，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那我要守不住呢？你见死不救啊？命令机步营马上出击，务必把红军拦在江心。命令行风出动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，一定要坚持到天黑，凌晨之前撤出战斗。是。
1连、2连、3连，机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，将渡轮阻滞于安七江江面。炮火掩护。旅长，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，渡船很难抵岸。命令渡船返航，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，提防阵地。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，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。准备射击！拿下安七渡口，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就是那个一枪干掉2名杀人犯的丫头。入伍前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山豹旅的士兵都是大学生兵啊，80%吧，大学本科以上，或是在校2年以上的大学生，但是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。体质、体能、心理素质考核也都非常严格。我们给山豹旅一个特殊的政策，每个征兵季，他们可以预招，由他们和人武部一起到大学去自主招募，初试合格后，再由征兵部门按照征兵程序流程审核，新兵营训练考核通过后，再进入山豹旅。对，这个专业和非专业呀是要有所不同啊。演习结束以后，我一定要跟韩鹏好好聊聊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到山豹旅去看一看，去看看他们的营区，看看他们的训练，同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生活。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会有更深的感受。这个建议好。这是蓝军的宣传品，不要看，更不要轻易相信。这是蓝军惯用的宣传手段。来，交过来。弟兄们，你们的楚占刚副参谋长刚愎自用，已经中了我们韩旅长的调虎离山计下山了。你们的澄海防线兵力空虚，不堪一击。我们马上就要发起总攻，赶快弃暗投明吧。真没想到啊，你们能够抓住韩鹏。等你采访了楚副参谋长之后，一定能写出一篇绝对精彩的期末。马上把纪念品收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参谋长啊，现代战争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武器，什么时尚的东西都可以植入策反宣传，几条假信息就能够造成一颗原子弹的杀伤力。你说，以后这仗还怎么打呀？靠运气，凭造化牌。好了，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，统一销毁。谁要是私藏了，处分。
小王，接过来，我问你，小王啊，你也是老兵了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藏这个干什么？我看这东西怪好的，稍微可惜。明年我女朋友就我生日，我想留着送给她。祝她生日快乐。蓝军舰船已经靠岸，蓝军步兵已经冲上来了，是否开枪？队长，楚河参谋长，请您听电话。楚河参谋长，我是丁凯，请指示。什么？那个韩鹏是假的？指挥部裁定你退出演习，已经丧失指挥意识，谎报战果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什么理由？那这里谁指挥啊？蓝军已经登陆了，我们打还是不打？这里由我代理总指挥。副参谋长到现在才交起来，回天无力了。不，我们一定要绝力反击，马上组织反冲击。挂武器。副总指挥，老参谋长，我们已到达东平山山顶，我特种兵已占领山顶阵地。兵不血刃就攻下了东平山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我想，指挥部裁决楚占刚退出演习，在士气上给红军极大的打击。加上前几次的指挥失误，有些意识混乱。其实从红军的元火被打掉那一刻起，他们的部署就乱了。但楚占刚最初决定把2个摩步营调上澄海防线，是一招高明棋。可惜又中了韩鹏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再加上楚占刚决心不狠，摩步营的增援计划又没有贯彻到底，结果让我们钻了空子。哎，佟政委，这楚占刚干嘛死盯着韩旅长一个人不放？他跟韩旅长的恩怨有这么深吗？这还真是个谜。也许只有楚占刚自己才能解释得清楚。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，只有经历了战争实践，才能考验出一个指挥官真正的含金量。丁旅长，朱参谋长，2次交手，同样的结局。你可以
再去庆祝胜利吗？对于我们专业化蓝军，我和你们同样悲哀，因为我们存在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你们的胜利，看到你们909旅的崛起。但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我真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有脸面对身后的城市吗？也许你们可以说，你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山豹旅太狡猾了。也许你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演习，胜败没什么，什么都不影响，甚至不会影响各位的升迁。但是我想提醒你们，军费是国家的，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。他之所以交给咱们，是希望把咱们练成精兵，让他们有安全感。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啊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抓住了韩鹏，可以记大功一次。为此呢，你们就不惜锁定我的手机频率，盗取我的手机信息，追踪、侦听，最高端的人才、最高端的技术，全都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更可笑的是，你们的楚副参谋长跑到城里边去和我的替身见面呀！我真想问问，这对加快你们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有什么意义？这对你们909旅的战斗力提升有什么作用？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，去接管澄海市的防务，重新面对老对手。我要回去好好准备。陆海1号演习第1阶段就这样收场，期待已久的海空一体登陆作战有点虎头蛇尾。再见。威风荡漾后，就匆匆转场了。随即，演习指挥部命令山豹旅集群立即转入澄海城市防御，由渡海登陆转入城市守备。山豹旅却有些措手不及了。而一边坐山观虎斗，一边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王可争，这会儿可轻松了许多。他接到的命令是在24小时之后正式发起攻城作战，但他的重装备已经在澄海水域待得有些不耐烦了。前副总指挥，808旅是个什么情况？你看，已经上路了。哎呦！他这2000多公里，要跑到什么时候？我得到的情报通报是啊，王可争和政委和亚洲分别从高速和国道2路挺进南下，参谋长正在组织铁路输送的。还是老一套，没什么看头。丢人啊！丢人啊！小吉这样的，早就该断水上送人了。我知道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心里的苦，我也有。旅长，我们败得太远了，太不应该了。我就弄不明白，我们的部署好好的，没有什么漏洞啊，可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别说了，全是我的责任，我应该彻底检讨。还有我，老狄啊，咱们是一起入伍的老战友，好兄弟。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，以后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你是9096的主官啊，该你拿主意，
做决定的时候，你都是在看楚副参谋长的脸色行事，这样咱们再好的部署也执行不下去啊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也有意识到，这是我的软弱。楚副参谋长培养我这么多年，我心里总有种感激的东西在作祟。有时候明明知道他的安排是错的，也不好意思反对。你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反对，你不坚持，我们好说话吗？不好。其实谁心里都明白，有些做法肯定就是死路一条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敢出来说。不，咱们909旅正是这种风气把它给毁了。还有就是，我们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防御作战上，而且都是放在了如何生擒活捉韩崩的身上。结果呢，上了韩崩的当。909旅2次败给同一个人，丢人，丢人啊！好了，我们已经退出演习了。政委让我来叫你去哪儿？去海边，跟楚副参谋长好好谈谈。你觉得我还有脸去吗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告诉他。